入了秋真是越来越冷了。要不是八姨娘出了那事儿，这会儿哪还用在这喝冷风啊？去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大半夜的别胡说八道。这石板应该就是风景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此处有蹬踏的痕迹，有人应在此激烈挣扎过。海峰，下去看看。是。脚下有个死人，把绳子扔下来。快，叫人把架子搭起来。景娘子，徐和尚在倚庄，劳烦您先做初检。你可想清楚了？若在此初检，一扇勘验之事就瞒不住了。无妨，是时候让他们知道我的本事了。霍大人，请不要让闲杂人等打扰。齐不得，守住紫竹林入口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是。按老规矩，你说，我记。大人，拉上来了，拉上来了！慢点，来人啊！快，放这儿！轻点儿，不要破坏了尸体身上的证据。果然是刘纯。你怎么能任那燕池闯进紫竹林？你怎么不跟他闹？你告诉他，他要是硬闯的话，你就死在他面前。老夫人消消气，走开！都怪孙儿无能，祖母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母亲息怒，那瑞王世子身份尊贵，咱们家琛儿一介白身，哪能阻拦得住啊？那我去拦。我苦苦支撑这三房到如今，绝不遗弃任何人，毁了我的心血。母亲，祖母，可若是祖母也拦不住，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自有我的法子。也是累死的。我来。
八姨娘偷情之人，果然就是刘春。记：死者刘春，年约40至45岁，尸身发现于紫竹林枯井。死者头部、左肩及左侧衣袍有淤泥，鞋跟处、小腿外侧有干泥。经初步推断，死者是在外被勒杀后推入井中隐藏。死者面色青紫，应是被人勒住颈部后血液不流通导致。勒痕深，上下均有出血，勒痕交接于后颈处。死者颈部、唇部均有面食残渣，应是被勒杀时正在食用面食等食物。从伤痕上来看，刘春与八姨娘的死因相同，皆是被人从背后勒杀致死，勒杀手法也完全一致。死者鞋跟处有明显磨损，且沾有干泥。手指亦有伤痕，指甲缝隙中有枯叶碎土，应是在井外被杀时挣扎所致。死者肩有横悬，脱发。死者胸腹处及左后背有紫黑色肿块，溃败者有腐臭之气，属杨梅疮复发，已成杨梅结毒，是已知病人中病程最长、病情最重的。下官知道了，一定是刘春将赃病传与了八姨娘，恐怕被三老爷发现，便先杀了他，却没想到三老爷自己也染上了赃病，一气之下杀了刘春。你若是再敢胡乱猜测妄断案情，小心我参你一个草菅人命！殿下，不，是安察是小的过错，小的再也不敢妄言了。受教了。死者未见其他伤痕，按压血印后，只有稍许褪色，回弹缓慢，全身四肢关节已经僵硬，气绝至今，应至少已经6、7个时辰。如此说来，刘春是于八姨娘死后，于今日辰时，于4时之间被人勒杀于此。是。霍大人，初检结束，死者刘春死因明确，不需剖眼，可还有疑问？本官对九娘子坚信不疑。从初检结果看，八姨娘和刘春皆死于同一人之手，凶手应该是利用刘春的手帕，将八姨娘引至花棚，将其勒杀致死，再来此处勒杀刘春。刘春最早死于辰时，可秦府的下人们却说，刘春于点卯之后便不知所踪。这炊饼若是刘春自己携带，为何会留到被杀之前才吃？况且刘春身形高大，就连是我，也不可能将他毫无声息地拘至此处。你的意思是，刘春是在点卯之后自行藏匿于此的？不仅如此，别忘了，凶手是能拿到刘春与八姨娘定情手帕的人物。以凶手杀害八姨娘的手法来看，凶手应该是诱骗刘春于点卯之后主动藏身于此，再假借送炊饼，趁其不备绕至身后将其勒杀，再抛尸于井中。能让刘春毫无防备的，必然是他十分信任的人。问题在于，行凶人行凶后，为何对井口未加恢复？就算是推不动石板，至少也应该把井口周遭的痕迹清除。如果说为处理杀害八姨娘的现场，是因为花棚位置显眼，时间仓促，
那紫竹林人迹罕至，时间充裕，为何还未处理现场？他就那么自信不会暴露自己的行迹？或许此人还有帮凶，相信会有人帮他打扫残局。我们正遍寻刘春不见，紫竹林就出现鬼火，这未免也太过于巧合了。近日寒凉多雨，不应该有鬼火出现。那若鬼火确属人为，刘春便是引我们至此的诱饵。那这井恐怕就另有玄机了。来风，挖井。是。准备一下挖井的工具，速去速回。是。启禀殿下，霍大人，秦老夫人和三夫人闹着要进林子，属下拦还是不拦？各位官爷，这命案发生在我们秦府，我们却连死的是谁都不知道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世子殿下亲自查案，我秦府诸人绝不敢随意打扰。可让我们到现场见证一下，这总是应当应分的吧？莫非有事，连我们这主家也要瞒着不成？按察使和知府大人严令禁止闲杂人等入内，还请秦老夫人和大公子不要为难我们。母亲，那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为难你们这些官爷。快，我们进京告御状，让钟永侯上书参了严职，目无礼法，事事凌人。老夫人，大公子，按察使发下话来，允许2人进入紫竹林，你们看是哪2位随我前去？来，殿下，骷髅头！挖了3尺才挖到这个，没有主子的吩咐，属下未敢再往下挖。骨较小，骨质较轻薄，眉弓不明显，眼眶近圆形，上缘较锐。这是名女子的头骨，可能得出身亡时间。具体情况要等验过井底后才知道。但是根据白骨程度，这名女子死去已至少7年。霍大人，你可要为秦家做主啊！老夫人不急，已在井中找到刘管家的尸身。怎么了？老身匆匆赶来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。世子殿下，霍大人，既然你们都已经发现了，老身也就无需隐瞒了，以免日后误会。只是此事关乎府中内眷，还望2位大人不要外传。老夫人请讲。这都怪我那幺儿做的孽呀！8年前，我那个不争气的3儿子，非要纳八姨娘进府。时逢2姨娘杨氏怀孕，闹得落了胎，他一时想不开，就投井死了。当时请了法师，说杨氏死时怨念极重，死后魂魄亦是凶魂。唯有以镇妖石镇住这口井，方能报何府安宁。自那以后，我就命人封了这口井，紫竹林已成了禁地。老身恐被有心人利用此事，攻坚钟永侯，所以就将此事掩盖下来。没想到这口凶井真是害人呐！还望2位大人
看在钟永侯的份上，大周有律，凡家中有非常亡故者，须得报官查验，待定论之后方可收敛下葬。杨氏头颈，可有亲眼所见之人？杨氏的侍婢曾极力阻拦，结果他受了惊吓，卧床不起，没多久也便故去了。那老夫人怎知，这一定就是杨氏的遗骸？这么多年，除了杨氏头颈，不会再有别人了。老夫人既指认这是杨氏的遗骸，那今日就算是为杨氏头颈一事报官了。老身确有此意。那莲叶之死，祖母不妨也一并报官吧。莲叶是他们家的独女，她的父母不愿意她死后还被人侵扰，坚决不肯报官。我便给了他们一笔安葬银两，莲叶早就入土为安了。秦府命案频发，镇妖石显然无用，与其大做法事，不如待官府勘验之后，将死者好好安葬，让逝者泉下安宁，方是正道。可是，全凭世子殿下吩咐。齐捕头，即刻令人清出余下尸骨。是。殿下，刘春的案子该如何是好啊？刘春与八姨娘两案，并案户口，未得定论之前，皆不得下葬。遵命。什么味道啊？你闻闻，快闻啊！这味道不闻一会儿就散了。像是胡蒜的味道。是灵火燃烧的味道，灵火又被称作是鬼火。尸骨败坏后，人骨中的磷就会消解到空中，磷可见风自燃，颜色幽绿。因为经常出现在坟地旁，所以被人当作是鬼火，在道观和寻常药铺中均可买到。在深夜中燃烧，足以充当鬼火来护人。白磷可假作鬼火，那巡夜人看见鬼火飞来飞去，就确属人为操控了。启禀殿下，九娘子，在几处树枝上发现绑有细绳，不知是作何用途，请殿下和九娘子前去查验。就在前面。果然有胡蒜的味道。现在可以确定，有人把沾着白磷的棉花绑在竹枝上，然后拽着绳子晃动竹枝，再配上些呜呜咽咽的哭声，好一出女鬼喊冤的傀儡戏。若非八姨娘之死，我们便不会追查刘川；若非下人们发现鬼火，我们未必会彻查紫竹林；若非在紫竹林的井中找到刘川的尸首，我们更找不到杨氏的遗骸。这些巧合当中必有关联。还有莲叶。根据行凶手法，我怀疑莲叶才是凶手杀害的第一人，然后才是八姨娘和刘春。莲叶应是在紫竹林里发现了凶手的模样，才被饿死抛尸在湖中。可莲叶为何会半夜来紫竹林？凶手又在紫竹林里做了什么？实在太多事都与紫竹林相关了。或许，这才是凶手真正的意图。
这些事绝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完成。不管主谋是谁，他既殚精竭虑地让我们找到了杨氏的遗骸，那杨氏之死，就绝对没有老夫人说的那么简单。人的骨脉甚是繁琐，为防拼骨时有所疏漏，要严格按照这张图来标注每块骨头。是，请世子殿下在验状上画下相应的骨脉图。好。拼骨开始。拼骨完成，开始记录。记，死者杨氏，女，身长约5尺1寸。根据腿骨长度，年龄应在20至30岁。全身骨质色泽正常，表面光滑，无明显中毒痕迹。致命伤为颈骨折断。头骨有明显伤痕，死者胸骨、四肢均有不同程度的折损，死因应是高处坠亡。死者的耻骨上有多处明显凹槽，证明生前至少生育过1胎。可秦老夫人说杨氏只曾落过1胎。如果只是落胎，耻骨处不会有这种瘢痕。女子怀孕8、9个月，筋膜在耻骨连接处逐渐打开，分娩时完全打开。筋膜嵌入骨质中，才会在耻骨背后侧留下这种凹槽。可我此前在秦府，从未听闻死者生前有过子女，难道子女都已夭折？看来我要再去会一会秦老夫人了。老夫人年长又善使心机，你问不出什么，但三夫人心性软弱，更易露出端倪。腕骨、掌骨、怎会多出一截骨头？守卫呢？衙役呢？谁把人都给撤走了？娘子，先去避雨吧，染了风寒可麻烦了。九娘子，这么大的雨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彩荷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先回去吧，辛苦了。好的，好。老夫人啊，为了这口胸井，心慌了2天。这不，霍大人刚一说勘察完毕，就让我赶紧找人把那井啊给封上了。把井给封上了？是啊，刚完工。我还顺便带人把花棚的这口井也修整了，省得老夫人担心再有人掉进去。老夫人这下可以安心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看的伞，破了怪可惜的。我记得库房正好有一把底色与这一样，只是花纹不同的，回头我给九娘子送过去。多谢彩荷姑娘，不必跟我如此客气。赶紧回去吧。怎么了？老夫人又命人把井给封了。这么快？秦安适才公认，杨氏是被拐卖的，之前也确实曾嫁人生子。秦安贪图其美色，买来之后就一直将她关在后宅。杨氏直至投井自尽，都从未离开过府门。可秦老夫人明知道我去问了秦安口供，却还那么着急封井。看来她想要掩盖的，并不是杨氏之死，而是这口井。
这是勘验师发现的一节掌骨。根据骨质推算，这应是尚未及笄的女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井中还有尸骨？可那人是白风亲自下的井，若还有尸骨，他不可能没有发现。贤弟那时对我说，紫竹林这口井原本是口水井，后来不知为何就变成了枯井。难不成是有人在杨氏自尽之前填了这口井，用以掩盖恶行，这样就谁都发现不了了？混账！即刻命人刨开，重新勘察井底。母亲，出了天大的祸事了！延迟把那井又挖开了。他还下令把秦府整个都围起来，只许进不许出。霍大人不是说早查完了吗？怎么又？霍大人说，仵作验骨时发现了少女的骨头。祖母，这是忠永侯府的老宅，他延迟怎么敢？怎么敢？母亲，你赶紧想想法子呀！彩娥，赶紧去把我的大斗篷拿来。琛儿，你跟他们讲，我突然患了急症，要出府就医，赶紧把你父亲送出府去，快！是，快去！母亲，您不是说太子跟忠永侯会护着咱们的吗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我的儿啊，早知道今天合并当初啊！殿下，要不要先送一批去义庄啊？秦府在哪儿设宴待客，就把他们送去哪里。是。随我来。是。先去休息吧。不，我要把他们都清洗干净。你去休息会儿吧。我不累。剩下的交给我。他们已经受了太多的苦，我不能再让任何人伤害他们，任何人都不行。那你也不能再这样折磨自己了。你要是垮了，谁来帮他们重建躯体？谁来帮他们沉冤昭雪？他们需要你。他们本可以不需要我，
他们本应活着，他们可以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被埋在这暗无天日的井底，变成一堆白骨？这世界怎么会有这般残忍的人，这般肮脏的事？为什么？把心摊开，爱布满伤害，请赐我勇敢，让命运澎湃。别害怕星光被夜空覆盖，你放心，不管他是谁，不管他在哪，此生我颜值都不会放过他。缥缈如尘埃，却是星空的色彩。好了好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让人看见我的脸。带好，快走啊！抬。不用你跟着了，去伺候老夫人吧。齐捕头。不是说钱老夫人外出求诊吗？怎么成了三老爷？放下！哎呀！救我这逆子！霍大人，根据初步勘验，这些女死者年龄应在12至16岁，算上井底淤泥，有减缓尸身败坏的作用。身亡时间距今至少7年以上。骨头表面无致命外伤，骨质健康，但四肢、肋骨和指骨均有断裂后愈合的陈旧伤。这些女子生前是做苦力的吗？怎么身上会有这么多陈旧伤？从骨质上看，生前饮食并未受到苛待，伤处愈合完好，绝非苦力。两军对战时，敌我之间为了获取对方的情报，刑讯官难免会对战俘用些手段。可有的刑讯官是喜欢刑求本身，他们会在用刑后用最好的药将战俘的伤给治好，只为延长刑求过程。你是说，他们生前曾被长期虐待，待养好之后再殴打致残？我只是见到过类似的情形，但也许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原以为自己阅案无数，早已看遍人间险恶，但谁知终究还是浅薄。人心之恶哪有穷尽？但人心不只有恶，还有忠善、仁义。你不要怀疑自己，你弃医从武，不就是为了以法为教，惩恶扬善吗？我答应你，定会降了恶贼，
绳之于法，会让这些奸恶之人不敢轻易的危害世界。殿下，九娘子，咱们还继续吗？请。父亲，不，三老爷，以前曾有个院子，专门用来养着那些买来的女孩，教她们各种才艺。后来老夫人突然有一天就把那个院子给封了，那些女孩也就都不知去向了。你是说，那些井底的女尸，就是？以前我也不知道，后来有一天半夜我跑出去想偷东西吃，经过紫竹林的时候，就看到刘春夹着一个卷起来的草席。第二天，老夫人就下令把养小丫头的院子给封了，紫竹林那口井也就成了枯井。这些事发生时，杨姨娘可以进府？哦，没有。院子被封了以后，三老爷就不怎么回家，老夫人没了办法，才准杨姨娘进府的。你可知杨姨娘为何自尽？算是与八姨娘有关吧。杨姨娘甚是美貌，一度很得三老爷的宠爱，时常为她作画。不过她总是郁郁寡欢的，也不逢迎三老爷。三老爷一生气就不让她出院子。八姨娘进府后，杨姨娘越发失了宠，倒因此得了自由。官女孩那个小院子被封后，除了三老爷的亲信刘春，谁都不能进去。杨姨娘经常去那个小院外站着，一站就是半天，我就总是去那儿偷看她。那杨姨娘可认识那小院中的人？不知道，我曾偷偷去探查过那个院子，也没发现什么。不过杨姨娘倒是每天都要去那小院外站着。八姨娘嫉妒杨姨娘的美貌，时常为难她，可杨姨娘从不反抗。直到有一日，求求你，求求你告诉我真相。我一路跟着杨姨娘，却眼睁睁看她进了紫竹林，再也没有出来。杨姨娘的死闹得何府皆知，
老夫人这才下令用镇妖石把那枯井封了，后来还命人把那小院给扒了。二哥当时为何没拦着杨姨娘？因为我害怕，我一想到那草席，我就浑身发抖，连靠近紫竹林都不敢。这不怪二哥。娇妹妹，你别嫌二哥没用，二哥知道的就这些了。二哥，你为何如此关注杨姨娘？因为她的笑容好看。那时我常常在想，要是我的姨娘还活着的话，估计也会对我笑得那样好看。知道了，多谢二哥信我。根据杨县卷宗记录，失踪的杨家女儿大约11、12岁，生有6指。民间传说，生有6指之人是天降福星，所以杨县有很多人都知道杨家女儿生了6指一事。6指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怀胎时就有的坠生指，1000人中都难于一个。那这就足以说明，失踪的杨家主母就是杨姨娘。可我们已发现的手骨中，没有任何一处有坠生指的痕迹。这最后的清理核算是我亲自监督，可确保没有遗漏，除非另有藏骨之处。哪有什么死人？井里边怎么会有死人呢？快拉上来！赶紧拉！热姐姐没有看错，花棚的井离紫竹林最近，两井之间会有水道相通。紫竹林地势较高，被掩埋的尸骨很可能会顺着地下水道流向花棚井下。快命人挖看花棚的井！有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差事办好了。这个月的月俸加1两，哦不，加2两。是。连兄弟们和私房钱都用上了，霍大人这回可真是豁出去了。他的治下连出不赦大案，就算是为了头顶乌纱，他也得豁得出去。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儿！头骨！来风在，即刻捉拿秦恩，不得有误。是。